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？刚种下去的9层塔，叶子又大又香，一捏满手清香。可没过多久，叶子越来越小，新芽一片比一片瘦弱，老叶也越来越没味，揉都揉不出香气，整盆看起来有叶无魂。很多人可能并没有当回事，殊不知整盆9层塔正在无声的僵化。那些缩小的叶子是老化的信号，褪去的香气是濒死的警告。再拖下去，不超过1周，你就会收获一盆9层塔木乃伊。但也不要着急慌张，今天就用简短的几分钟分享几个小技巧，让你把它从鬼门关拉回来。1、香气丢失的预警。新叶无香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刚开始种的时候，哪怕只长出几片叶子，香气都非常饱满。可越到后期，长出来的新叶却越来越寡淡，甚至摸上去也没那么油亮。这其实是香味断层的早期信号。9层塔的香味主要来自叶片中的精油，而这些精油需要健康的光合作用、充足的叶绿素和活跃的新陈代谢才能持续产生。一旦植物进入老化或亚健康状态，这一套机制就开始崩盘。精油合成减少，叶片看起来虽然还绿着，但已经像是一张没有墨水的纸，失去了灵魂。特别是顶端的新叶，如果没有及时修剪刺激，它们往往长势弱，颜色浅，香味也最先丧失。2、老叶像草。如果你以为只有新叶无香，那老叶至少还能保住一点底线，那就错了。很多花友都说，我家的9层塔老叶还在，长得也不差，就是没味。这时候你去捏一下叶子，发现几乎没有什么精油渗出，甚至连那种手上一股残香的感觉都没了。这就是典型的营养空转型老化。叶子虽然还在努力的光合作用，但已经失去了合成香气的能力。它不是不努力，而是能力退化了。像长得慢，色泽暗淡，表面粗糙，脉络凸显，这种老叶子留着不仅没用，还抢养分，拉状态。这时候的9层塔已经不是香草，而是老草，不剪掉才是大大的错误。2、香味会断崖式下跌的原因。9层塔的香味下降，根源就在4个字：激素失衡。你养的9层塔如果没有经过规律的修剪，它的体内激素分布就会倾向于顶端生长。也就是说，植物拼命往上冲，底下的侧枝没生长空间，香气自然减少。而一旦开花，体内激素重心马上切换到生殖模式，所有营养和激素都集中去开花结籽，香气相关的精油合成机制被彻底关掉。这就好比一个本来在认真工作的职员，突然被调去准备退休文件，他当然不会再管业务指标，自然也不会再努力出香气了。所以很多人发现家里的9层塔一冒花苞，香味就骤降。哪怕马上剪掉花苞，香味也很难完全恢复了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个内容讲得中肯实用，记得点个赞支持花花，也欢迎订阅频道。3、香气丢失的养护3个误区。第一误区是不修剪。很多人舍不得剪9层塔，怕剪了不长，结果就是植株疯长，枝条老化，香味流失。其实9层塔是越剪越香的典范。你每剪一次，就刺激它爆出更多侧枝，而侧枝上往往是香味最浓的新叶。第二误区是乱施肥。不少人看到叶子小就加大肥量，想着让它强壮。但9层塔是典型的叶用香草，过多的肥会反而抑制叶片生长，还可能刺激提前开花。第三个误区是阳光不足。9层塔喜欢全日照，如果光线不够，光合作用效率低，香味自然大打折扣。尤其是阴雨天连续超过3天，新叶长势变缓，香气马上减弱。所以不管你是阳台党还是窗台党，一定要保证每天至少4小时以上的直射光。4、让9层塔恢复香气的4颗还魂丹。1、彻底剪老枝。别心疼，把那些粗硬发黄的老枝从基部剪掉，尤其是底部开始木质化的枝条，让植物从基部重新发新芽。2、调光照。把9层塔搬到光照更强的地方，至少要上午10点前有充足日照。如果家里光照差，可以考虑换成冬晒窗或使用植物补光灯。3、少量叶肥补一轮。
在剪枝后3到5天，当你看到新芽冒出后，可以用一次氮含量较高的叶肥，如稀释的淘米水、豆浆水，轻轻推动新叶生长。4. 坚持20日修剪，也就是每20天左右进行一次轻修剪，避免植株进入开花周期，持续保持在旺盛的青春模式。5. 叶片越长越小的对策。1. 顶端优势不破，新芽永远瘦弱。大多数人看到9层塔长得高，心里还挺得意，觉得哦哟，这植株长得真旺盛。但其实这种只见高度不见宽度的长法是个大坑。9层塔的顶芽天生有统治欲，如果你不剪，它就会持续往上冲，养分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顶端。结果就是侧芽完全长不出来，整棵植株只会单线发展，新长出的叶子也因为空间和营养不足，一片比一片小，像是在走向营养内耗。正确做法是趁它15公分左右，顶端有4、5对叶片时，立刻打顶。剪掉最上方的嫩芽，不仅能强行打破顶端优势，还能大幅度刺激分支，让每根枝条都变得又粗又壮，新芽也能在更宽广的空间中蓬勃生长。一刀剪下去，3天冒侧芽，1周长新叶，保证你能看见实打实的变化。2. 给根装空调，根系大解放。9层塔看似好养，其实根系很玻璃心，夏天特别容易闷根，尤其是种在阳台、通风不好、盆土排水慢的环境中，表面上看土干了，急着补水，实际上底部早就湿透透。这样的闷中加湿，根部就像泡在一锅不透气的水里，时间一长就开始腐烂。一旦根系受损，它吸水吸肥的能力就会直线下降，养分运送不上来，新长的叶子自然就小得可怜。解决办法是立刻检查排水孔，盆底孔小的，直接换盆或打孔，孔径至少 0.8公分，并且给花盆底部垫一些陶粒或碎瓦片。3. 剪花苞是慈悲，留它是残忍。9层塔最大的敌人就是开花，一旦进入花期，它就会把所有的精力都转向生殖模式，也就是拼命接子繁衍。这个时候，叶片反而成了次要角色，吸收不到足够养分，自然就越长越小，越长越弱。很多人以为开几朵花没关系，其实从第1朵花苞冒出来的那一刻起，整株的资源调配就已经改变了，叶子注定不再是主角。正确做法只有一个，看到花苞不要心软，立刻剪掉整根花梗，你不剪，它就不养叶子。你一剪，它立刻切换回营养生长模式，新芽马上冒出来，叶子恢复浓密状态，生机又回来了。4. 切换肥套餐，唤醒香气细胞。很多人为了让9层塔长得快，猛施氮肥，想着叶子靠氮长，多给点肯定好。结果适得其反，氮肥过多，导致枝条徒长，木质化加剧，新芽反而变得畸形而小。尤其是叶肥施太频繁，或者用浓度太高的发酵肥，轻则新叶细小打卷，重则整株生长停滞。正确做法是，如果肥料是氮肥，要以小量多次为主，浓度也要稀释到1/3，每7至10天喷一次，避开正午高温。如果你一直在使用氮肥的话，那么建议肥料更换为磷钾比例为1:1的复合肥料，这样既能保住叶子厚实浓绿，又能抑制枝条徒长，让株形更紧凑饱满。这里有个注意事项，磷钾肥有促花的功效，所以使用时切记磷钾比例要1:1，这样才能保证新叶大还不开花。以上就是今天9层塔养护的内容。喜欢家庭养花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。